嗨，大家好，我是小安。今天我们来聊 AI 会不会消灭 SaaS。我们先来回溯一个时间节点，2025年11月。这个时间在科技史上注定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一款名为 OpenCloud 的产品首次面世。在它推出之后的几个月里，全网的热度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样持续攀升。它不是那种只能陪你聊天帮你写个周报的简单的机器人，它是真正的具备自主执行能力的全职 AI 员工。更要命的是，它不仅仅是个员工，还是一个不知疲倦、24小时在线，而且几乎不犯低级错误的优秀员工。OpenCloud 的火爆，在创投圈和科技界引发了一场8级地震，而这场地震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那些曾经躺着赚钱的 SaaS 公司们。如果你去盯一下美股和 A 股的盘面，你会发现一个极为惨烈的现象。自从 OpenCloud 诞生之日起，全球 SaaS 概念股的股价便一路下滑，跌跌不休。哪怕到了今天，也就是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整整大半年过去了，大部分 SaaS 公司的股价依然趴在谷底，毫无复苏的迹象。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开始抛售，媒体们开始营造恐慌，科技论坛上充斥着唱衰的声音，所有人心里都打着一个巨大的问号。SaaS 行业是不是彻底完蛋了？ SaaS 公司是不是注定要被 AI 给彻底替代了？今天这期视频，我想给所有焦虑的从业者以及关注科技趋势的朋友们分享一个唱反调的观点。我的答案是不会。AI 绝对不会消灭 SaaS。现在市场上的极度恐慌，本质上是对技术演进路径的一种误判。今天，我们就看清，在这场 AI 狂暴的浪潮下， SaaS 未来的活路到底在哪里。为了把这个看似复杂的商业和技术问题彻底说明白，我们不妨把时针往回拨几千年，讲一个我们祖先的故事。现在的 AI 助理，包括 OpenCloud， 它现在的处境就好比我们的祖先在原始草原上第一次看到的野马。在没有马的时代，人类靠双腿走路，靠人力扛货，靠锄头翻地。突然有一天，这匹叫野马的怪物出现了，老祖先们眼睛都直了，这东西太厉害了，它跑得比谁都快，背上可以骑人日行800里。它可以驮极其沉重的货物，如果给它套上车，它能拉着几百斤的东西飞奔。如果让它去工地，它一头马能顶10个壮劳力。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大模型，看到 AI agent 时的震撼。它具备无穷的、近乎降维打击的生产力。但是，野马之所以叫野马，是因为它有致命的危险之处。他的脾气是难以捉摸的，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发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撂蹶子。他要是真发起脾气来，一蹄子横扫过来，能把人的肋骨踢断，甚至直接让人丧命。在科技界，这就叫大模型的幻觉，叫不可预测性，叫黑盒模型。当时的人类社会出现了几种人。第一种人，艺高人胆大，他们是不怕死的冒险家，他们凭借超高超的技术，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居然把野马给骑上了。他们骑着野马在部落里招摇过市，风光无限，人人都羡慕地流口水。这就好比现在那些极客、独立开发者，拿着裸奔的大模型 API， 就能给自己做一套自动化工作流程，效率逆天。第二种人是务实的农夫，他们也想方设法套住一匹马，用来犁地。虽然战战兢兢，但确实多收了3-5斗。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个幸存者偏差：虽然全天下的人都觉得野马是个宝贝，但在这个阶段，真正有能力、有胆量把野马驯服并派上用场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能站在围栏外面看热闹，根本不敢靠近。这个时候，部落里那些原先靠做工具、做农具活命的手艺人，
也就是我们传统的 SaaS 厂商，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直接失业吗？绝对不会。相反，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商机。手艺人会面临2个选择，要么自己闭关修炼，学会驯马，要么花大价钱雇佣最厉害的驯马师来帮自己驯马。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把野马的这股蛮力嫁接到自己原本就精通的工具上，从而成倍地提升自己工具的生产力。而部落里的普通用户呢？他们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先那些准备去买普通锄头锄地的人，他们暂时不买锄头了。他们在围栏外面观望，他们在等哪一个手艺人能推出一种靠马拉的犁地农具。原先那些靠狗拉车的人，也暂时不去买新狗、买新车了。他们也在等有没有人能研发出一种用马拉的、带有安全刹车系统的马车。这就是当前全球软件市场的真实写照。目前，全球企业客户对 AI 助理的心态，跟当年老祖宗先看到野马的心态简直一模一样。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东西厉害，是个生产力神器。但问题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安全的、真正的把它在企业内部用起来。那些激进的 AI 投资人经常会问一个天真的问题：既然 OpenCloud 这么厉害，企业为什么不直接把老旧的 Salesforce、SaaS、ERP、CRM 软件全部砍掉，直接给每个员工配一个 OpenCloud， 让他自己去干活不就行了吗？能问出这种话的人，显然没有真正做过企业级 B 端业务，他们不懂商业社会的运转规则。对于一家真正的企业客户，尤其是愿意掏大钱的中大型企业客户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从来就不是 AI 能够帮助我做多少事这种效率问题，而是安全、合规、稳定和责任。具体来说，企业采用裸奔的 AI 助理有4个问题。第一个是数据泄露问题。企业的数据就是它的生命线，是商业机密，也是护城河。如果直接把裸奔的大模型接入公司的核心业务，企业的财务报表、客户名册、核心源代码、未公开的战略规划，全部都会变成大模型训练的语料。这种裸奔的数据风险，任何一个首席信息官或者法务总监看到了，都会直接吓出一身冷汗，直接一票否决。第二个是乱操作问题。AI 助理拥有了执行权限，意味着它能自动去发邮件，去调拨资金，去修改数据库，去和客户谈判。但是大模型的幻觉是根治不了的。万一它在某一天，在某个毫无预测的提示词下，突然逻辑短路，把一张原本价值100万的合同自动大笔一挥改成了1万块发给了客户，或者把公司核心的敏感数据误发到了公开社交媒体上，这种乱操作带来的损失，企业根本无法承受。第3个是企业流程问题。每个企业都有自己跑了10几甚至几十年的业务流程，这些流程就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AI 怎么接入呢？它怎么和现有的 SAP 系统、甲骨文数据库乃至各种古董级的内部 OA 软件打交道？如果没有标准的接口，没有确定性的输入和输出， AI 助理就像一个虽然能力极强，但完全听不懂指令的外星人，根本无法融入现有的企业流程。第4个是责任边界问题。在商业社会里，有一条隐红的铁律：出事了谁负责？人工犯了错，可以扣绩效，可以开除，可以起诉；传统软件出了问题，可以找 SaaS 供应商索赔，有服务等级协议兜底。但如果 AI 助理犯了错，导致公司损失了几百万，你找谁去呢？去找 OpenAI 吗？去找 OpenCloud 的开源社区吗？没有明确的责任边界，商业合同就无法成立。所以你看懂了吗？很多企业现在的真实态度不是抗拒 AI，而是极度的纠结。
他们就像坐在火山上，既渴望火种，又害怕被烧成灰烬。他们绝对不想，也绝对不敢直接把公司的命运交给一个没有任何防护、赤身裸奔的大模型。回到我们的故事里，既然野马不能直接骑，那么人类是怎么真正进入马车时代的呢？答案是，有人发明了缰绳、马鞍、马鞭、橛子以及全套的马车系统。这些东西把野马狂暴的、不可预测的蛮力约束在了一条安全的、方向可控的轨道上。在当下的软件行业里，谁来充当这根缰绳？答案就是 SaaS 公司。这恰恰是 SaaS 公司在 AI 时代不仅不会死，反而能活得更好的底层逻辑。全世界的企业都在等着看哪家 SaaS 公司能够站出来，给狂暴的 AI 助理带上这套企业级的缰绳。具体来说，这根缰绳明确了 AI 的职权范围，定义了工作流程，建立坚固的数字防火墙，确保输出的稳定性与确定性，明确法律与商业责任。如果一家 SaaS 公司能够利用自己对垂直行业的深厚理解，迅速把 AI 驯服，变成自己软件系统里最核心的发动机，那么 AI 不但不会变成它的终结者，反而会变成它降本增效、扩大业务能力的超级大杀器。它可以用更少的人工客服，提供10倍于以往的客户支持。它可以用 AI 自动分析海量业务数据，给客户提供过去根本做不到的精准决策辅助。既然我们确定了 SaaS 不会消失，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的 SaaS 公司就可以高枕无忧，继续按部就班的去卖账号、卖年费了呢？也绝非如此。AI 不会消灭 SaaS， 但 AI 会重新定义什么样的 SaaS 才值得存在。过去那些靠着信息不对称、靠着卖死板的工作流软件就能躺赚的传统 SaaS， 在这场变革中必定会被无情地淘汰掉。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的软件世界，大概有这样3种变化。第一种是从界面驱动走向意图驱动。过去 SaaS 本质上是人去迁就软件，为了完成一个报销或者创建一个销售机会，员工需要去学习复杂的软件界面，在密密麻麻的菜单里点来点去。未来的 SaaS 将会变成软件迁就人。软件的前端可以简化为一个极其简洁的对话框，或者几个关键的仪表盘。你只需要对它说一句话，或者输入一个战略意图，背后被驯服的 AI Agent 就会自动去调用底层的各种数据库、API 和工作流，把繁琐的操作在几秒钟内全部完成。第二种是从卖软件账号走向卖工作成果。过去SaaS 公司是按人头买卖许可证，公司有100个人就要买100个账号。但是当 AI Agent 进驻后，一个 AI 员工能干10个人甚至100个人的活，企业买的账号数量必然暴跌。如果 SaaS 公司还死守着按人头收费，那只能饿死。未来的 SaaS 可能会转向基于价值或成果收费。我不卖你账号了，我卖你成功获客的线索量，或者自动生成的财务报表。软件公司真正变成了提供生产力成果的外包服务商。第三种是从死板的工具箱走向给 AI 领路的金牌向导。很多 AI 创业者觉得，只要有了大模型，就可以用通用的能力去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种傲慢。大模型懂《红楼梦》，懂微积分，懂量子力学，但他绝对不懂某个特定的跨境电商在面对欧洲财税合规时有哪些潜规则。这些高度垂直、高度细分，甚至带着行业血泪经验的行业认知，全部沉淀在那些深耕行业多年的老牌 SaaS 公司的数据库里。未来的赢家是那些能够把大模型的通用智能与自身行业壁垒完美融合的 SaaS 公司。各位，风暴已经来临，
但大雨过后留下的不一定是废墟，也可能是肥沃的土壤。市场的阵痛，股价的下跌，本质上是资本市场在挤掉那些毫无壁垒、滥竽充数的伪 SaaS 的泡沫。技术发展的历史规律早就告诉了我们，当一种全新的、狂暴的、毁灭性与建设性并存的生产力出现时，最终赚到大钱、改变世界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早发现它或者尝试去裸骑它的冒险家，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率先制造出优质缰绳、马鞍和马车的实干家。AI 是一匹前所未有的工业级野马，而能够为这匹野马带上缰绳、套上马车、开辟出安全航道的 SaaS 公司，将会成为下一个10年里全球商业科技领域最耀眼的明珠。AI 不会消灭 SaaS， 它只是在用最严苛的标准重新挑选那些真正有资格、有能力服务于人类商业文明的伟大的 SaaS。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